当局半夜突袭人事大地震，一位铁腕治港干将突然落马，掀起政坛震撼。中共国务院5月30号深夜罕见宣布撤换中联办主任郑雁雄3项重要职务，却对其去向只字未提。这位曾强硬镇压乌坎、狠批境外媒体、深度参与港区国安法落实的狠角色，如今被火速免职，引发政界震动与权力猜测。此举不仅可能象征习近平对港政策的重大转向，也被视为中南海内部权力角力的新讯号。郑雁雄的免职究竟只是人事调整，还是新一轮风暴的开始？您好，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我是王真。中共国务院罕见在5月30号深夜公布，免去郑雁雄中联办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香港慰安委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等职务，但官方并未交代其未来去向。其职务由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周济接替。香港明报报道说，多名中共港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均形容事前未见迹象，来得比较突然。郑雁雄2023年1月由驻港国安公署署长调任中联办主任，至今近2年半。翻查香港主权移交后历任中联办主任任期，郑雁雄是任期最短的一个。郑雁雄早已有相当的知名度，他最为人所知的是镇压乌坎村事件。2011年，因村内数千亩土地遭村委会私下变卖，村民多次上访无果，并遭到官方镇压，导致官民冲突。2012年3月，乌坎村民首度一人一票选出自己的村委会，结果当局秋后算账，多名村民被当局以涉嫌受贿罪带走，甚至在关押期间离奇丧生。而当时官方主要负责处理这个事件的就是时任汕尾市委书记的郑雁雄。过程中，郑雁雄在与群众代表见面时的讲话曾轰动一时。他说，像这样负责任的政府，你不指望，你指望国外几个烂媒体、烂报纸、烂网站，好坏都颠倒了。他还说，境外的媒体信得过，母猪都会上书。他还斥责记者，你算老几？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郑雁雄被派往香港，负责维稳工作部署。其后于2020年出任中共中央驻港国安公署首任署长，并于2023年升任中联办主任。郑雁雄任内积极推动港区国安法实施及加强对传媒、教育界与民间社会的管控。他曾公开说，昨日乌坎，今日香港。美国财政部于2020年以郑雁雄破坏香港自治为由，依据香港自治法实施制裁，禁止其入境美国。独立时评人蔡慎坤在海外社交平台 X 发帖表示，郑雁雄当年在处理乌坎事件时，就遭到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严厉批评，并且撤销了他的汕尾市委书记职务。没想到李希上任，启用他担任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还向习近平举荐他到香港出任打手。时评人周晓辉也专门指出，引起广泛批评的乌坎事件只暂时阻挡了郑雁雄攀升的脚步。2013年，他任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但善于钻营的他，在2018年5月任广东省委常务副秘书长、省委政研室主任，同年10月任广东省委秘书长，2019年1月进入省委常委。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李希，从2017年至2022年任广东一把手，所以郑雁雄曾经是李希的大秘，并在李希手下步步高升。郑雁雄被派往香港，很难说没有李希举荐的可能。而敢于实施铁腕政策的郑雁雄，也符合习中央铁腕治港的选人标准。周晓辉认为，郑雁雄作为习近平亲信李希曾经的大秘，他的避免职
可能间接证实了习近平的权力被削弱，已经无法左右人事任免。周晓辉写道，郑彦雄的背面折射的是中南海权力生变，可能是中共新中央意欲调整习近平这几年来铁腕治港所造成的不良影响。近日，中共外长王毅南下香港，出席香港国际调解院公约签署仪式，期间与港首李家超会面。王毅在签署仪式上的致辞中提到，香港回归本身就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成功范例等，似乎是在向外界传递新的治港方向。自由亚洲电台引述熟悉大陆政情的评论员林飞指出，近年以来，中共内部组织路线出现了巨大调整，不少军方高层都落马，这表明领导不肯承担政策失败的终极结果。他分析，北京对美欧和对内政策都在急剧调整，势必影响中央与香港关系。这次郑彦雄的免职，无疑是中共对港政策变动的迹象和结果，连带警察出身的特首也将难以继任。他们在中央眼里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时事评论员、原香港律师桑普在其自媒体节目中分析，郑彦雄3个职务同时被免去很少见，他可能不只是被降级、被边缘化这么简单，他很可能要遭牢狱之灾。桑普表示，香港建制派接下来可能迎来一波大整肃，因为郑彦雄和民建联、工联会、新闻党和立法会，还有一大堆国安这帮人，很可能在商业、政治上有巨大的利益勾连。此次一旦被牵出，和郑彦雄有深度关联的人可能都会遭殃，很可能特首李家超、国安局局长邓炳强都会落马，因为他们就是为郑彦雄马首是瞻的人。李家超大约在官方宣布免去郑彦雄职务2小时后，深夜发声明，感谢郑彦雄对香港的贡献。桑普还指出，港澳办是中联办的上级，港澳办常务副主任周济下场担任中联办主任，就有如秦刚被免去外交部长职务后，其顶头上司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兼任外交部长，显示似乎是一个突发的情况，朝中找不到人马接替。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曾任编剧、主持人的肖若元在其自媒体节目中表示，中共不会放松对香港的管控、对异议人士的打压，但是北京当局在美国贸易战的压力下，可能想改换一下形象，换个没那么讨厌的人上来，以缓和外国商人以及香港商人的恐慌和对香港的不信任，让香港经济可以好一些。明报引述香港资深建制派人士认为，周济给外界的形象相对温和，出任中联办主任有利于吸引国际人士赴港。桑普指出，周济也绝不是什么善茬。现年61岁的周济来自湖北襄阳，曾任河南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被形容为河南政法王。以省委副书记兼任政法委，当时中共官场只有5人。另外，周济的顶头上司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也是强硬派。夏宝龙于2013年至2017年出任浙江省委书记，其任内浙江展开大规模的教堂十字架拆除行动，尤其集中在温州地区。据统计，自2014年起，浙江省至少拆除了超过1200个教堂十字架，许多教堂是在深夜或清晨被动用大型吊车强行拆除，有牧师和信徒被打、被拘留或起诉。夏宝龙也是香港反送中运动爆发后被安排处理香港事务的。中共对香港的政策会出现调整吗？香港的前景会怎样呢？欢迎写下您的看法。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